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11月2日周三上午的7点30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外围市场道琼斯工业指数昨天出现了一个阴线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要回调的信号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到了本轮行情道琼斯工业指数出现了2轮半的周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周线级别的反弹和周线级别的对称性下跌。对称性下跌之后，我提出了本轮在下跌过后要有反弹，它的反弹时间级别是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那在反弹过程当中呢，我们遇到了2个黑天鹅，一个是美国公布CPI 的数据一个是美国公布非农数据。这2个数据的公布呢，影响了反弹的进程，但是我们知道行情自有它的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规律在这里面，这也是我们 K 线西游战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那在这样的规律的情况下呢，我们看到美股最终呢出现了一个日线级别的上涨西游。走完日线级别上涨西游，我们看到了美股已经顶到了169均线和这个下跌趋势线波峰连线形成的下跌趋势线上方，然后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重新出现了一根新的阳线这根阳线站上了169均线，站上了波峰连线。站上之后，我认为这根阳线是晃骗性 K 线。晃骗性 K 线是怎么来的呢？我们看到前面行情当中非常多的这种针刺现象，这种插针的现象往往都是突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线或者均线之后突破了一个阻力线或者均线之后出现的所以呢，本轮行情我认为多出来的这根阳线是一个晃骗性 K 线。晃骗性 K 线出现之后，行情大概率会出现回调，并且明天是周四，美国要公布它这个月的 CPI 指数公布之后呢，它是一个有可能出现非常大利空的一个消息。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整个金融市场呢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美股受到影响，那比特币也会受到影响。但是呢，我们看到昨天上证指数出现了一个反弹，这个反弹我在昨天节目当中说出来了为什么它会出现反弹呢？因为前低2863这个在这个位置上它经过一路的反弹，逼近169均线之后不断的下行，不断的震荡下行，下行之后走到当前的这个位置上前低附近必然会出现一个小幅的反弹有可能是左低右高，有可能是左高右低但是在反弹之后A 股市场还会出现一个继续的下行，因为我们看到169均线和144均线它处在一个下行的趋势，所以呢，对于 A 股来说，反弹仅仅是反弹，不构成反转。这里的反弹呢，与美股与比特币形成了一个跷跷板效应这个跷跷板效应呢是资金上的跷跷板效应。然后我们回到比特币，我们一直能够把握比特币的一些运行规律这些规律呢往往在行情当中走势非常明显首先呢，在前面69000美金前后，它形成了4次等位置的波谷。这个等位置波谷呢，大概是在33000点形成的。4次等位置波谷之后，比特币在第4次的时候发生下跌跌到3万美金附近形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并且沿着这个收敛三角形焦点的这个位置发生了下跌，也就是我们看到了3万点到17605这个巨幅的下跌。巨幅下跌之后，市场呢需要修复怎么修复呢？需要不断的震荡，需要消耗很长的时间。所以呢，我们看到从6月份到10月份比特币一直在这里面修复从3万点到17605的这个大型的缺口。这个缺口呢，我们看到第一轮修复反弹幅度43%，下跌到18500之后反弹了23%，然后再次下来再到18500附近再次反弹。那么本轮反弹幅度大概是16%左右。那么这里的反弹呢，我认为它的反弹力度还可以因为我们看到每次的反弹每一轮的反弹相较于前一轮都是弱势的。那么最终呢，它形成了这个黄色
这个收敛三角形。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我们就要有一个博弈首先呢，当前的趋势在日线级别上仍然是一个反弹趋势，所以呢，我给出了一个目标位是10500美是21500到22000美金附近。到2.2万美金附近这样的目标位呢是怎么来的呢？我们看到行情走到这里面，日线有几条线非常明显也非常关键第一个线呢是144日均线，那么在前天的行情当中，高点21091这个位置刚好打到144日均线这里面。那么上方呢还有一条关键线就是盐是从哪儿来的，糖是打哪儿咸的呢5月份行情震荡过程当中，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在这里面形成了一个21500美金的一个压力线这是我们第二个目标位第二个目标位在21500。那第三个目标位呢，22000美金哪儿来的呢？就是169均线缓缓的下跌过来之后在22000美金形成了一个压力。那么我们就非常清楚本轮行情我们应该布局空单在什么位置了。为什么在这里面还要布局空单呢？因为我们看到整个均线系统处在一个下跌的趋势当中。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看到黄色收敛三角形，就是这个大的黄色收敛三角形看图大的这是上面线，这是底边线，大的黄色收敛三角形同上方红色的这个收敛三角形高度类似，高度雷同。上方红色收敛三角形呢，经历了4次波谷，1、2、3、4，4次波谷下跌过来出现了低点17605。那么当前行情当中，从3万点跌到17605之后，也出现了一个波峰连线，同时也出现了一个波谷连线。这个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最终我认为，如果出现4次等位置的位于18500点的一个波谷的话，行情还要重新打下来，目标点位一直给出的是10500美金附近，也就是比特币的最大跌幅将要达到从69000美金跌85%它的残值仅剩15%。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为什么博弈呢？因为目前在日线级别上出现了一个反弹趋势。为什么说是日线级别呢？因为它的4小时级别反弹已经结束了，已经走完了。也就是说，我们在21000点看到了一个4小时级别的反弹西游。这个4小时级别反弹西游呢，它的酝酿时间长达1个月在这整个1个月当中，我都给出了比特币将要反弹几点原因。第一点呢是比特币月每年的10月它是一个比特币月，反弹概率大第二点呢，从结构上来看，我们看到之前行情当中走出了一个窄的收敛三角形。这个窄收敛三角形呢，底边线大概是在18500到19000美金。那上边线呢，就是震荡过程当中它形成了一个波峰连线之后形成了窄收敛三角形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是容易发生变盘的位置。所以呢，我们根据横有多长竖有多高预测比特币的反弹大概是能够到达21500到22000。那么第三点，行情在这里震荡的过程当中，我们观察到美股它出现了一个反弹机会。美股在这里面，道琼斯工业指数周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这一轮最近的一轮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出现之后，它有一个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原理在这里面我们刚才前文提了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反弹有可能在这里发生，最终呢它演化成了日线级别反弹。那日线级别反弹会带动比特币的反弹，所以呢本轮行情我们确实看到了比特币有16%的反弹在这个位置上后面的行情当中如果一旦出现波峰出现回打下来，重新到达18500，就符合了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谷定律。4次等位置波谷定律之后，行情一定会不断出现一个低点就像上方像上方这个日线级别红色的这里面，红色三角形这里面出现4次等位置波谷之后不断的创下新低不断的创下新低。那么我们在当前位置应该提早布局空单了因为我预计的时间行情发生大
大概率下跌的时间呢是在11月15号以后啊。那么目前还有13天啊，到达11月15号。这13天呢，我们已经开始布局以太坊的空单啊。比特币我觉得它的波动太小了，所以我正在布局以太坊的空单。为什么布局以太坊的空单呢？就是因为当前行情当中，比特币走到这里面，上方3座大山啊，1440均线、波峰连线、1690均线，3座大山，所以呢。多空博弈在这里面是反弹趋势，但是在反弹趋势当中，左侧交易啊，我们应该缓慢的布局空单。我的操作方法是3倍杠杆啊，分3个仓位，每隔5天寻找一个高点，布局一个仓位啊，最终呢在10月中旬布局完毕啊，然后跟着这个行情来走啊，行情。无论怎样呢，当前是一个熊市，熊市特征呢就是缓涨急跌啊，缓涨的时候你布局，急跌的时候你获利啊。行情在这里面只有几个东西，非常简单，我在前面一直在反复说啊，一个是趋势是下跌趋势当中的一个反弹，那么我们还是做主要的趋势，就是它的下跌。那么位置呢，我给出来了，21500到22000美金。啊，仓位呢，我刚才说了啊，分布式布局仓位啊，分3个仓位，3到5个仓位去搞进去啊，最终呢，获得趋势上的利润是非常丰厚的啊，是非常丰厚的。然后我们看一些以太坊啊，看以太坊必须看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在这个交易对上，我们看到啊，从去年5月份啊，波峰连线连过来的这个压力线啊，目前是压力线啊，通过焦点之后啊，由支撑转压力变为压力线之后，它的这个压力的位置在 0.08 附近啊，这是以太坊对比特币的比值啊。那么我们看到当前以太坊对比特币的比值呢，非常接近于压力线。那这意味着未来一段时间，以太坊对比特币啊这个比值方面有一个急跌的过程，那么我们看到啊，比特币目前的价格是非常稳定啊，稳定在21000点附近。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以太坊对比特币的比值发生急跌的话，势必会让以太坊出现一个领跌的画面。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以太坊对比特币，它在周线级别上，我们看到这个周线级别是比较大的一个时间级别，周线级别上出现了悟空阴线，出现了8进一线组，出现了沙僧阴线，沙僧阴线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啊，形成这个箱体结构之后发生了反弹。我们再把时间级别切换到日线上看呢，这轮反弹分别突破了一个箱体的上边线啊，一个5月份波峰连线的这个绿色的线啊，这个绿色线啊，大概是在1400美金，然后突破了1440均线啊，日线级别的1440均线，1690均线，那么它形成了一个什么呢？形成了一个4小时级别的收敛三角形。这个收敛三角形没有完全走完的情况下啊，就是我们没有办法通过2点构成一条直线。你看我画的这个2点现在非常不规律啊，非常不规律。这种情况下呢，它的上涨趋势就是没有完成，直到我们能够完美的画出啊，比如说完美的画出找到关键点之后，完美的画出收敛三角形之后啊，它的这个反弹啊，大概率我们会看到一个顶点的位置啊，因为它在近焦点这个位置上涨之后啊，涨上去之后，在近焦点的这个位置的变盘呢，大概率是回打下来啊，所以呢，我们在当前行情当中正在不断的布局以太坊的空单，原因就是在此啊，在反弹趋势当中啊，首先我们看到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啊有一个遇阻的情况啊，在 0.08 附近会遇阻。那么目前的反弹虽然突破了一些均线啊，正在反弹过程当中啊，但是我们预期它的反弹幅度不会很大啊，因为上方呢我们还看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构性的压力，这根压力线呢是从哪儿来的呢？是从高点4877波谷连线连过来之后啊，在这个1600美金、1670美金附近啊，构成了一个压力啊，我们一定要追根溯源，找到之前行情当中会影响我们
找到过去行情当中会影响未来的一些结构啊，必然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呢，目前啊，在它逐渐形成收敛三角形的过程当中啊，去慢慢布局它的空单。变盘呢，你只要是耐心等待它形成一个真正的可以画的很完美的一个结构的时候啊，在近焦点的位置上大概率会画成变盘。所以呢，我们正在买入以太坊啊。同时呢，根据我们对比特币的观念啊，大概是在11月中旬行情还会要有很多的下跌啊。那么还结合就是外围市场美股当前的表现，已经打到上边线了啊，已经打到这个周线级别的上边线了啊，这是一个轨道线，周线级别上边线了。同时呢，已经接近了啊，已经在这个169日均线和144日均线附近了啊，证明它的反弹已经接近尾声，并且昨天、前天都有这个阴线信号给出，风险已经来临了啊。所以呢，尽管以太坊目前处在一个上涨趋势当中啊，我们依然要布局，逐渐的布局它的空单啊，并且分布式进场啊。刚才说比特币的时候，我已经说过这个方法了，就不重复了。然后呢，对于周线级别上以太坊的目标位啊，我们给出$1100啊，到达$1100，它会完成整轮的周线级别下跌吸油。那最终呢，如果跌破$1100，我们给出的以太坊的一个目标位啊，是从4877高点这个位置计算啊，残值剩5%，也就是最终的目标位是$260啊，我们也要记住这个位置啊。那么如果对于现货的话啊，到达$500以下，你就可以进场抄底了啊，就可以进场抄底了。那么对于现货来说啊，我们还是要关注啊道指系列，特别是在这个昨天马斯克发了一张图片啊，一只柴犬，然后我们要关注这个道指啊，因为它是最近的热点，在马斯克收购推特之后啊，目前币圈热点非常少的情况下啊，要关注它啊。之前给出的一个原因是那个道指在日前级别上啊走出日前级别上涨吸油。首先呢，我们看到这个位置上啊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8戒阳线组。我们看到8戒阳线组啊，它是2根阳线互为关联，所以呢，这是一个8戒阳线组。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沙僧阳线啊已经走出来了。那么上方呢，就还有唐僧阳线啊。我们昨天给出了一个目标位呢，大概是在$0.16到$0.17附近啊。这个位置呢是一个压力位啊，是一个筹码压力位，也是我们最近一段时间行情的一个目标位啊。所以呢，道指在这个资金关注上，在消息面关注上啊，在名人效应上还有一定的动能。但是这个动能呢，在日线级别上涨吸油完成之后，你要考虑减仓。为什么要减仓呢？因为这个行情走到这里，它拉上来，它是要卖的，是要变成现金的，它不是跟你玩信仰。资本市场上很少有信仰啊，一波拉升之后呢，大概率会出现回调啊，甚至是在熊市当中啊，当前是一个熊市当中拉升之后啊，会对所有筹码进行碾压啊。所以呢，在高位，在目前不断的拉升过程当中啊，你要有一个离场的准备，一个减仓的准备啊。那昨天我们给出来了啊，这个画的不是在这个图里面，我们再找一下，应该是在币安的啊，在币安这里面。昨天我们给出的这个结构啊，我一点都没动啊，完美的啊，你可以看昨天的录像，我一点都没动，完美的解释了它的上涨的一个动能啊。怎么个情况呢？在上涨形成高点之后啊，通过下跌啊，来对这个上涨形成的缺口啊进行回补啊，就是上涨它也会形成缺口，上涨的缺口呢会通过下跌来回补，下跌的缺口呢需要通过上涨，需要通过这个震荡来回补。回补震荡过程当中，它不断的形成收敛三角形。我们知道啊，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是拉升的一个机会啊，错过这个机会，你就要下来盘整。那么我们看到了啊，在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直接拉升啊，然后我昨天还特意强调了一句，就是这个位置上也可能出现下跌啊，两种情况都有可能的这种
事态下呢，我们要在这里面做一个仓位。如果下跌之后啊，补第二个仓位啊，这个均线附近做止损啊。第二个仓位如果震荡到这里，布局第二个仓位之后，反弹上来之后，在结构的延长线附近减掉第二个仓位，然后保留第一个仓位啊，因为第二个仓位已经获利了，第一个仓位呢还没有获利啊，因为在震荡过程当中它获利很少啊。第一个仓位呢要在加速上行当中啊，不断的减仓啊，这是万能的保本公式，万能的赚钱公式啊，几乎屡试不爽。那么昨天的行情呢，是在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我们给出了一个非常准确的预测，出现了一个上涨。那么在接下来的行情当中啊，有可能走出一个什么呢？日线级别我们已经观察到了悟空阳线、八节阳线、沙僧阳线组走出来了之后，有可能走唐僧阳线啊，也就是日线级别上涨稀有最后一根大阳线。那么目前啊，它正在酝酿这种走势啊，我们拭目以待啊，等待道指这一轮的高点出现之后，行情最终转熊之后呢，道指必然也会不断创下新低啊，因为它要同步美股、同步比特币，甚至同步以太坊啊，不断的与主流币种、与世界上啊更大的资金盘美股啊相互契合。我们耐心等待它啊高点之后啊不断创业新低，找到它的低点，去狙击它的现货或者是合约的多头啊，这是我们未来要做的事儿。然后昨天我在这个 VIP 群中还提到了像这个 MASK 啊这个代币呢也需要重点关注，还有 Mina 这都是同步了这个狗狗币序列的啊，同步了推特板块的啊，还有史币啊，最近也是可以重点关注的啊。史币这波涨得非常少，显得非常弱势啊，但是会跟随道指走出一轮行情，这是必然的现象啊，并且目前它已经站上了一个粘合之后的1690均线和1440均线啊，证明它还有一定的上涨动能啊，特别是在现货这里面要少量的可以参与一些。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对我 K 线西游战法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淘宝网、当当网上购买我的这本同名书籍。同时，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希望大家能够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或者 VIP 群。感谢大家，再见。